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稍微讨论一下中国维权运动的核心分歧。那么这个核心分歧就是维权运动是不是应该政治化或者是应该去政治化？很多人认为，那么维权律师呢只应该去讨论法律、讨论证据和法律程序，不应该去进行政治化，什么争取民主啊等等，争取宪政啊。还有呢，就是是不是应该用媒体来影响司法判决？还有，甚至有人说，维权律师不应该代理那些像西藏、新疆法轮功案件，那么这些案件太敏感，那么当局容易把整个的运动政治化，然后对整个维权运动进行打压。这里面有非常精细的讨论，而且呢，就是在民间也有几次大规模的争论，比如说高志胜他发起绝食维权运动的时候，丁子霖就有一封公开信说，请回到维权运动的行列中来。校署和莫之许他们之间也是有长期的争论，分成两个阵营。那么像校署他在文章里边提出来，就是不授人以柄，不冒犯官方，不挑战官方的政治正确，不质疑官方的政治合法性。嗯，这是另外一些人就对这个提出批评，说你这个四不碰，这实际上就是帮助官方来打压那些进行更坚决的人权抗争、更坚决的这个争取民主的那些人。那么，莫少平他提出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专业化、程序化和技术化。那么，这个在一定的语境下，或者在一定的案件里边，这种提法是没问题的，甚至也是应该做的。但是他把这个上升到一个一般的高度，对高志胜、对大多数的活跃的人权律师进行批评、指责，他们把法律问题政治化，那么这是非常不公平的。那么所以莫少平本人他当然也是一个知名的律师，但是也是非常有争议的。就是刚才的那14个被评选为风云人物的人权律师当中，他也在里边，但他是唯一一个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官方的骚扰，也没有被抓被关到监狱被吊销律师证。那么其他的那些人全都有各种各样的迫害，有的到现在，比如说高志胜到现在还是连死活都不知道，处于一个彻底失踪的状态。那么是可以稍微总结一下，就是1989年之后形成了一些新的社会能量、社会动力，包括互联网、包括市场经济、自由思想的传播、民间组织的形成等等。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对社会的全面镇压，可以看出，就是几乎每一个自由的力量，每一个就是民间社会的健康的力量都受到了打压。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它也面临执政的危机。虽然表面上它非常强大、非常蛮横，但它也面临着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等方面的危机。那么，共产党它本身就没有经过选举，它一直缺乏正当性，也就是我们讨论过政治合法性的时候，共产党它解决不了它的政治合法性的问题。所以他也就是经常夸大对那些颠覆国家政权的颜色革命的恐惧。他认为这种民间力量的发展趋势已经威胁到了他的统治，威胁到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所以在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如果不提高镇压水平的话，就无法应对这种危机。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高科技极权主义。那么我用高科技极权主义这个概念来强调中国当局它利用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和一些互联网技术、数据技术来对公民社会、对每一个人进行严密的控制。像这种大数据，像
人脸识别、声纹识别，像基因采集、社会信用系统等等，摄像头这些东西都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极权主义监控。我们快快的过一下，这是这个 gait recognition，就是通过你的步态，你走路的姿势，你可以认出你的身份。DNA 社会信用体系这个案件呢，就是在2021年应该是有一些有2个人权律师，他们准备去上海会见张展，结果他们的健康码突然就变红了，这样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出门。就中共利用健康码、行程码的这些东西，对异议人士、对访民、对一些抗争者，包括河南村镇银行也是有大量的上访者、维权者被就是健康码被变红。所以在这样的这种就是集权高科技集权体制下，配合原来的在毛泽东时代建立的那些传统的集权管控体系，秘密警察、黑监狱啊，社区动员，包括朝阳群众，包括这个就是网格化维稳等等。那么这种高科技集权主义是非常高效的。所以我在一篇文章里边说，最可怕的专制不是镇压反抗，而是让你觉得没有必要反抗，甚至让你自愿去维护的专制，也就是强大的宣传和洗脑的作用。我们看到，从西单民主墙到天安门民主运动、98年阻挡运动和维权运动、08宪章、白纸运动，这些都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一个的高峰吧，就是不同时段的高峰。那么白纸运动，它就是在几个月之前发生的，那么它极大的克服了人们对集权的恐惧，而且呢，这种去中心化的运动也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在这一次白纸运动当中产生了很多新的行动者。因为像那些比较知名的、有一定影响的维权人士、异议人士，他被中共就是严密的监控起来，他们很难去组织，甚至很难去参与一种民主运动，而那些没有被当局上名单的、没有被当局认识的那些新人，他们会在未来的运动当中起到核心的组织作用啊。那么虽然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运动，但是在特定的情势下，那么这些人可以在运动进程当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好，那我们就是呃，可以稍微谈一下就是技术。那么一方面，高科技的引入和发展给中国的民间社会带来了非常多的机会，非常多的力量。那么它有利于民众的启蒙，有利于民间的动员，而且呢，增强了民间的自我组织能力。但另一方面，中共当局它也利用这个高科技对民众进行洗脑、进行监控。所以这是技术对中国民主的两方面这种相反的作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去推动中国的民主运动？那么如何去判断中国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未来的发展？这是需要我们持续不断的予以观察和思考的。好，我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那么，请李安友教授。我先提出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说，毛时代没有一个法律制度，毛的集权主义不需要法律。那么，改革时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开始建立一个法律制度，它不断的这个发展这个制度，越来越有更多的法律，也有法学院。你也是在北大的这个叫做法学院或者叫做什么法学系的，原来叫法律系，后来叫法学院。
对，而且现在不知道有多少法学院，而且他们在法学院教未来的律师教他们一个什么，他们的专业的道德，他们的这个工作的目标等等之类，还有很多法律和立法也不断的立更多的法律。为什么？就是说，因为他们建立一个这么一个法律的系统的话，就产生这个维权律师。这个以前没有律师，你是一个律师，所以他们就是产生很多很多的律师。这个律师的一部分的人，当然是少数，就成为那个维权运动的维权律师。这样的话，这个集权制度就产生一个，就是说一个敌我的一个势力，就是说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等等之类，也产生一些独立媒体，因为他们建立一些新闻，这个叫做什么新闻学院或者这个媒体工作者的这个专门的一个道德、专门的能力、专门的工作方法，所以也有新闻学院。这样的话，这个 regime 本身就产生它的一个敌对势力。为什么他们这样做？那么后来习近平时代用这个各个各个方法去这个控制这个自己产生的敌对势力，包括你提到的高科技的镇压方式，也包括一些不那么高科技的镇压方式。你比方说，呃逮捕，折磨，判刑、喝茶等等之类，或者把人就是说强迫他们去国外流亡、申请政治庇护等等之类的，所以他们有一些高科技的方法，一些低科技的传统的方法去那个控制这个维权。不光是维权运动，这个也包括所有的要求民主的运动，包括一些普通老百姓。维权运动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律师的一个方法，但是也有一些非常普通的老百姓的，好像是这个 spontaneous，就是自发的自抗议。发的一些要求他们的而且他们的剧目跟维权律师的剧目应该是两种。一般的老百姓的剧目就是他们的要求是限制到一些非常具体的，比方说没有收到退休金，或者没有收到这个他们的劳动的这个工资或者什么东西的，或者他们反对地方上的官员的腐败或者什么东西，而且他们是非常用一些非常尊重政府的呃所谓的这个清官的要求，这个清官来帮助这个老百姓、这个人民之类的，就是说他们完全不挑战共产党的执政的权利和合法性的。所以有两种剧目。但唤起我们的原来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当局为什么自己自发的产生一个敌对势力，一个社会里面的一个敌对的一个团体呢？就是说这个律师包括律师也在法院里面的，就是说那个法官他们也是。原来不是，但是越来越是，他们自己也受到这个专业的培训。
这个问题的第二个部分是说，后来习近平用各种各样的高科技、低科技的办法镇压这个运动，是不是成功的？就是说，把这个 message 这个信号传达到所有的律师，就是说，你不可能这样做。有一个我记得20多少年有一个中国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对不对？就是告诉律师，就是说你们不是代表那个，你第一个任务就是说支持我们的政权，第二个任务才是代表你的那个 client，你不客是户对，你客户，你不可能像西方那个律师，100%帮助你的客户，因为你的客户可能是坏人，所以你先要想国家的利益。第二，你按照这个基础，你可以决定怎么。OK，大概我说了很久，这个问题也很大，希望你可以分析这个问题。对，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在之前讨论改革开放及其终结那一节课当中，其实也涉及到这个问题。那表面上看，中共它通过改革来就是恢复了律师制度，包括这个给媒体更多的自由，包括引进互联网等等，和后来习近平对这些进行全面的打压，表面上是不一样的逻辑矛盾的，但它背后是逻辑是一致的。在1976年70年代末吧，中共它经过毛时代的折腾，尤其是10年的文革，那么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政治等等社会，一塌糊涂，到了一个崩溃的边缘。那么共产党它不得不进行改革开放。那么，改革开放，我们知道它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带来很多进步，当然也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它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中国走向开放，为了中国走向民主，它的出发点是为了挽救中共的统治危机。那么这种改革，它就是必然的会恢复法治，因为文革的时候，就是文革的那个10年的动乱，也就是让几乎所有的人都深受其害，除了毛泽东一个人之外，其他的包括那些体制内的官员、高官，刘少奇等等，就是每一个人都深受其害，所以人们想要停止文革的那种方式，那么必然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恢复法治。那么再后来呢，就是我们在讨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讨论天安门的时候，现在这两者之间也是有关系的。那么中国要走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有了天安门的屠杀，它反而就可以更放开手进行经济方面的改革，市场化改革，然后这个权贵私有化的资本私有化等等。那么以这个市场化私有化的名义，对这些官员进行掠夺啊，化公为私。那么这些东西也是在这个6·4开枪之后，他有了这样的底气。那么市场经济改革，它也必然要求一定的法治，那么至少要有法治来保障一些合同的执行啊，保障一些这个海外的资本啊等等。那么这些日常的大量的经济纠纷，包括社会的一些这个纠纷等等各种社会问题，结婚、离婚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需要法律。那么，也就自然的在中国律师的人数越来越多。从1979年的这个人数是0，1957到1979年这20年间，中国没有律师。
那么79年开始恢复，后来增长到几万、几十万，那么现在可能有40到50万的人权，不，40到50万的律师，当然极少数是人权律师了，但是律师人数多了之后，那么自然就会产生一些想要捍卫人权的维权律师或者叫人权律师，那么也有一些人自称为死磕律师等等，那么这是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那么当局他们这个可以说是一种unintended consequence，就是非意图的后果。当局在搞改革开放、搞这个市场经济，那么他是为了他的一方面是在最初是为了维持他的统治，那么在后来呢，他们发现这种中国式的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可以让这些官员赚得盆满钵满，这些灰色收入、这些腐败等等，所以他要搞市场经济。那么所谓的这个非意图后果就是这种改革开放，它带来了呃一些自由的思想，带来了人权律师，带来了一些公民记者，那些有这个新闻自由理想的记者，然后带来了这个互联网等等，这些东西是在中国嗯要求自由民主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共产党他不想看到的，所以说是一个非意图的后果。那么再后来就是到了当这种力量它逐渐的发展，民间不断的发展壮大，被共产党认为可以威胁到他的统治的时候，他就要进行镇压。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表面上不同的做法，背后是同一个逻辑，就是要维护共产党的一党制。那么在70年代、80年代搞改革开放时候是这样，那么在习近平上台之后进行这个就是对民间社会进行清除、进行迫害，也是出于维护共产党体制的逻辑。那么当然，这就是这种我们应该就是破除一种印象，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一夜之间，中国整个的这个政策整个的方向就变了。其实当然并不是这样。那么也有一些观察家注意到，在08年的时候，在胡锦涛时代就有了很多后来被习近平发展壮大的一些镇压的方法。那么对我们看到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的镇压，无论是邓小平还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都没有停过。只不过习近平之后，那么这种转向就更明显一些。也就是说，对维权运动、对共产党的批评者，他的压制、他的迫害，是没有停的，只不过不同的时间，他们的这个镇压水平不太一样。So then，新的政权能不能利用？你比方说，在法学院和新闻学院教的专业道德等等之类的东西，加他的镇压方式，能不能利用？就是说，一方面是专业教育，另一方面是社会里面的镇压，这两种方法去避免今后能够发生非意图后果。对，就是共产党应该非常聪明，他也积累了非常非常多的经验，他知道仅仅靠抓人、判刑、关监狱是没有办法把这个自由力量压下去的，他完全清楚这一点，所以呢，就必然要加强宣传，加强思想教育、政治工作，包括对媒体的审查、对大学的审查。所以上次我们请陈义忠来分享中国的新闻自由的时候，也是他谈到，在过去80、90年代，200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
就是那种新闻自由的思想，包括在法学院人权、自由、民主的思想等等，是普及的非常快，很多很多学生啊，包括社会的公众接受了这些思想。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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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就要从这个源头开始做起，在法学院强调。不光法学院了，在所有的这个大学、中学、小学就开始强调党的作用，开始加强那种意识形态的分量，那么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等等，那么这个洗脑的工作，歪曲历史的工作比以前更多了。那么在新闻学院，当然那些新闻自由的思想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那么我们知道2013年的9号文件里边有7部讲，那么这些对中共统治不利的那些概念、那些理论都不能讲、不能碰到。所以呢，这种共产党在这方面也是花了大力气，所以在新闻学院学习，那么就是受到西方自由思想影响的学生会越来越少。那么很多人甚至多数人从新闻学院毕业之后，他们接受的理论可能就是新闻就是党的喉舌，要替党的宣传服务等等。那么法学院有相当的一些人，无论他们将来做法官、律师，还是警察，还是检察官，他们可能就认为法律就是共产党的工具。所以就是在这个源头上有抓起，再加上那些暴力的镇压。那么当然在这过程中，在这两者之间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些单位对他的控制啊，对家人的威胁啊，这个平时的喝茶呀等等，有特别特别多的那种软性的控制。平时的那些国保国安的喝茶，包括那些政治警察，他们除了暴力之外，也平时做的大量的工作就是这些软性的控制。所以就是宣传洗脑加软性的控制加暴力。